安住，安住！老总，老总啊！怎么回事？不是说没有伤到坐骨神经和重要器官吗？刚才我们来查房，发现他高烧39度，心跳111，血压也在一直持续的下降。我怀疑是局部的细菌感染，应该是脓毒血症，快做血常规和 C 反应蛋白检查。化验已经做了，我们正在等结果。如果真的是细菌感染造成的脓毒血症，必须马上截肢。大夫，先不要截肢。什么？我先给他做介入取栓，争取多保留一点。他伤的是大腿，跟咱们之前做那几个膝关节以下受伤的患者不同，那也得多保留一点。可没有膝关节，就算装上义肢，也只能支撑行走，意义不是很大呀。可现在重要的是要先保住命。他喜欢打篮球。群体中毒那次，他来的时候没有穿西服，穿的是一套篮球服。他是因为给我们送耗材，所以才变成现在这样。我会尽力想办法，只要能多保留住一点，也许之后还能做他喜欢做的事情。陈医生，报告出来了，白细胞高 ，CRP 高，是脓毒血症。相信我，这是我们能为他做的唯一的事情。谢医人，你跟我去手术。苏玉、林渊，你们跟着骨科大夫去拟定截肢方案。好。全都堵死。大腿1/3处以下一片空白，血管闭塞严重，膝盖是保不住了。准备取栓。陈医生，栓子形成至少6个小时以上，甚至超过36到72小时，难度很大。刘大夫，情况怎么样啊？龚主任，这位是河西骨科的副主任孙大夫，下面这个手术由他来做，现在怎么样了？还在进行中。孙医生，你过来看一下，你看一下造影机的情况，确定能保住膝关节吗？这不可能了吧？大腿也未必能保留住多少啊。那截肢的时候能不用止血带吗？为什么不用？是等到血管疏通之后，直接截肢吧？没错，立刻取出坏死的机体组织，尽量减少并发症。不用止血带，那出血怎么办？那可是股动脉啊，切开后血流成河。取出来了。骨科在做手术的时候，尽量保留大腿残肢。这个膝关节轴上方至少要保留10到15厘米才能安装义肢啊，现在只有2到3厘米。安装义肢的话，一活动就会掉，怎么办？被压止血了。好。你是有什么疑问吗？关于义肢的问题，教科书上标准的残肢软组织部远端要在自股骨下端至少10厘米长。那是以前，2007年的时候，一个在伊拉克战争中失去左手的士兵就展示过新型仿生假肢，现在在欧美都有售。而且根据报道，仿生义肢可以适应在2到3厘米的残留肢体。大哥们，我知道有这种义肢，可关键它负担得起吗？这个钱我出了，不止一个，还有很多患者需要被截肢。如果都能装上这款新义肢，我们的手术压力会减轻很多，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也会好很多。这得多少钱啊？要不我来想想办法。郑医生，你都需要些什么？
我们需要超级仿生手，还有一款膝关节假肢，1C66智能怀顿切分直角板，1B1智能怀顿切分直角板，1C30智能怀顿切分直角板，但具体需要多少个，我不清楚。一套超级智能仿生手，2年前的售价是8000欧，这次地震保守估计1000人，那就是800万欧，再加上后续的康复中心、理疗师，起码3个亿。小伊人，确定吗？我试试看吧。要是不行的话，没事，要是不行的话，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嗯，那你们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系统要优化一下，把伤员的转归去向上传到我们网站，然后发布刑情启事，开通热线电话，安排人接电话。爸，小家伙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？不是说了这是很危险吗？喂，伤员的数量太庞大了。对，我们要分担一些医院的压力。好的，好的，爸，你瘦了。怎么样？海城的同事都见到了吧？见到了。爸，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说。我想要仿生移植。要他干什么？刚才我跟证人手术的那位患者，他不仅是这次地震中为我们送来大量耗材，解我们燃眉之急的英雄，更是一个爱打篮球的人。但是如果没有仿生移植，就算有证人为他手术，他也再也不能打球了。爸，我跟你说过，陈医生救了我，我的余生要好好活。所以你去当了器械护士。对，我喜欢手术，我不喜欢经营管理。但那是以前。爸，我这一次一路走来，我看到了许多伤员，我发现在大灾难面前，其实您比我更有用。这些年，您将凝视的重心逐渐转向医疗，投资研发医疗设备，筹备重症援助基金。一开始，我不是很明白，我甚至是不甘心答应我们的约定。器械柜一满，我就跟您回家。但是现在我明白，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，尤其是当我看到苏云和证人36个小时不眠不休做了131台手术，却也只救了131个人，而您用凝视的财产、资源一步一步的推进，运送患者、治疗伤员、寻找家人、重建家园。我明白，当大灾难来临的时候，需要有人站在手术室内，也需要有人站在手术室外。比如，为这次地震中的伤员捐赠义肢，让他们熬过伤痛，活下去，活得好。爸，我决定回去和你一起奋斗，让更多的人好好活，就是我的好好活。
我回来了。我和我老板说好了。你老板？宁叔，3个亿呢？您确定吗？我可以考虑。怎么变成考虑了？郑医生，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。您请说。你是一个来支援的医生，做好手术就可以了。至于伤者如何装义肢，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，是他们自己的选择，你无需包揽上身，对吧？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想过，我只知道仿生义肢可以让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更好。这是患者的问题，不是医生的问题。患者的问题就是医生的问题。为了减轻痛苦，发明了麻药；为了恢复更快，开始了微创。医学一直以来追求的都是如何让生活质量变得更好，而不仅仅只是活着。话很好听，我要不投呢，你们怎么办？没事，宁叔，如果您不投的话，我们就再想办法。1000个不行，100个还是可以的，不行就募捐。就你们这个脾气，不可能拿到投资。我是一个商人，商人只投资有前途的项目。我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。3个亿，投了3个亿。这次应该没事了，手术很成功，就等新的移植到了。真人你也别太担心，冯旭黑以后还能跑能跳，我们也算是功德圆满了。我现在可算是体会到了，科技产品不断的优化发展，把无数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。走吧，我们也该回接受课了。郑医生，宁总找您。请进。林叔，坐。上次您走得太过于匆忙，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声谢谢。我也一直想找时间单独和你聊聊。你除了义肢，还有别的什么需求吗？有，手术直播，但时机还不成熟。我想也是。就比如这一次地震，你们3个人差不多做了150台手术。如果不是你们3个，是30个、300个医生呢。就像老刘，如果他能早一点掌握你的介入技巧，我想能多救多少人。在此之前，我一直觉得手术直播要有噱头，才能有更大的反应，才能有流量、有未来。而这一次的东岩乡之行，我看到了很多和你一样心怀仁义的医生，由于自身技术，
和患者资源的匮乏而不得不犹豫原地。是。通过这次的地震救灾，我也推翻了一些想法。我认为手术直播不应该只有最难、最特别的手术，而是应该有更多适合普及推广的基础手术，以直播的方式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。这才是我的目标。我今晚回海城，等我的好消息。谢谢念叔。傅举辉，你醒了？苏医生、郑医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别动，我们来看看你，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哎呀，之前那条腿啊，护士说什么感染了，疼死我了。现在感觉好多了，没什么感。你的左腿术后感染，导致了脓毒血症。我知道，为了保命嘛。不过不疼了，哎，真不疼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们。哎，我那车后台，派上用场了吗？我们为29人做了骨盆骨折止血手术，还为32位患者做了取栓手术，还剩下很多，可以救后面更多的人。那就值了。啊，对了，我们为你订购了进口的仿生义肢，预计3个月内制作完成。C 来个还是折扭的？都有啊，还有1C66智能怀胎铅分指甲板。真的？那得多少钱啊？你值得。可不，我要带着那么牛的一条腿去跑业务，到时候我把裤腿一拉，展示给客户看，这比我那大行李箱有说服力多了。可不，钢铁侠。哎，云哥说的对，太炫了，我这因祸得福啊。哎呀，没事儿。真没事儿，郑哥，我往这赶的路上就做好随时牺牲的心理准备了。结果命大没事儿，还得了咱们这行最牛的仿生义肢，我这赚了呀！别人不知道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带上那玩意儿，我都能去跑马拉松。我记得有一个青岛小哥叫啥，刀锋战士，老厉害了，火遍全网，还刀锋战士。谢谢你，方旭辉，赶快好起来，带着你的刀锋战士，拉着行李箱来找我们。好好休息。放心吧。
下一个。没有下一个了。该医生，刚接到签字命令，你们可以回去了。真的，太好了！这么突然啊？是啊。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，已经过了黄金72小时，很多天了，受灾群众也都收拾的差不多了，是该休息了。大家辛苦。也是该回海城了，还有几十台肝癌的手术等着咱们呢。这样，你们先回去收拾收拾，今晚有个追思会，大家一起默哀，参加完再走。好。欣赏自己的叶尾服呢？你的。没别的了。傻呀，这是英雄的徽章，你穿这个回去，大家伙都知道咱们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。你还记得我之前说很羡慕你吗？羡慕我？其实我挺羡慕你的。虽然大黄牙把你爸害得很惨，但大黄牙起码还活着，你还有机会给他做手术。要是我那边活着就好了，只要让我试一次，也许我的手还能恢复。现在想想啊，当时救灾的时候，真是脑子一热。我看你站起来了，我心想，老子也不能输，得追上你。可到了这儿才发现，跟我想的不一样，我能做的太少了。医院很受打击，我呢？我也没好到哪儿去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觉得我自己特多余。直到碰上了洋洋。都说是我救了他们，其实呢，他们也救了我。这就是命中注定吧？命运把我一步一步推给了他们，也把你一步一步推给了我。因为你来了海城，我跟你来到这儿。让我碰到了洋洋，找回了我曾经失去的一切。主任，谢谢你。你知道，请问你们是这次抗震的医生吗？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？
你们好，我们是海城的医生。15天前，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感觉到了余震，院长第一时间准备物资，召集人员，让我们连夜赶赴南阳镇进行紧急救援。这段时间，我们经历了很多。谢谢，不好意思。你好，您说2句吧。我是麻醉科的医生，我叫贺乾。其实也没什么好说，就是觉得这趟有点累。我是这样，其实来之前我挺害怕的，想着我老婆女儿都在家呢，万一我回不去怎么办？可是来到前线，看到那么多人妻离子散，我就想着，我救一个，就少一个家破人亡；救10个，就多10个希望。我以前从来也没觉得自己这么重要，这么厉害。程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加入你的团队，让我重新拾起学医时的梦想。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是麻醉科的医生，我叫贺乾。你看爸爸，我到了前线，看到那么多人妻离子散，又瘦了，我就想着，救一个，就少一个家破人亡。爸爸就是个英雄，救10个，就多10个希望。快给我以爸爸打电话。前从来没觉得自己这么重要，这么厉害。谢谢。喂，爸爸，妹妹，爸爸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你了。是吧？爸爸帅不帅？帅。爸爸，妈妈说你是英雄，你可是我们的骄傲。爸爸，我好想你啊，我的恐龙也好想你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呀？爸爸也想你，爸爸很快就回去了。乖，听妈妈的话啊。我们都想你。拜拜。爸爸很快就回来了。其实我这一次挺遗憾的，因为我来的时候，南阳镇的救援已经结束了，东源乡的救援也已经接近了尾声。不过我还是感到很庆幸，因为我参与了这次救援，这段经历会让我不论往后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或者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，都能够给我勇气，让我坚信从医是对的。这次不止我们，那些奋战在一线的解放军战士们，自告奋勇来帮忙的志愿者们，后方捐血捐存的后方群众，当然还有把一手消息传达到世界各地的你们，都比我们更辛苦啊！你看他，啊，都累成什么样了？一定是吃了很多苦，受了很多罪。在曼欧诊所里有一句话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关心你，这就是曼欧。在这里，我想对在这次天灾中不幸失去家园、失去亲人，甚至失去自身健康的无辜患者们说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关心你，这就是中国，一切都会好的。一切都会好的。
彩虹桥的那一头，白杨和爸爸重聚了，不会孤单，而他的祝福和牵挂，会继续陪伴着您和白柳，早日康复，幸福安宁。安息吧，我的兄弟姐妹！今天举国哀悼，国旗降半，敌报嘶鸣。11月14日19点30分，河西沛城南阳镇7.1级地震，我数万同胞不幸罹难，黄泉永隔，每个人的心都被撕痛。泪雨纷飞，山河呜咽。这一刻，让我们为他们共同默哀。孔主任，我跟你们院长啊商量过了，准备调你到北大进行2年的学习交流。他现在还没有给我准确的答复，主要是考虑一下你的意见。我可能，我知道你拒绝过嘛，但是我听说你一直想手术直播，可是海城医院那边顾虑比较多，他们不同意。但是我们可以，你也知道，海外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的尝试了，国内也应该开展起来。这方面我们北大愿意迈出这一步。小郑，这个诚心够不够啊？谢谢孔主任您对我的厚爱。但是我志在海城，磐石不移。辛苦了，苏医生，苏医生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是不是有点不舍得走了？周医生，感谢生命有过几场风雨，冷静地看清过自己，和你一样的追寻生命印记。你这光多鲜明，鲜活的奇迹和勇气，很像你的我，终于成为了你。感谢生命有过几场风雨，冷静地看清过自己，
和你一样的追寻生命印记，逆着光多鲜明，鲜活的奇迹和勇气，很想你的我，终于成为了你。快了，按时间约差不多了。来了来了！哎！听说能拿手术刀了，消息挺灵通的呀。我跟你说啊，花儿姐，这次南阳镇之行啊，真是惊心动魄，九死一生。要不是你侄子我命大，估计你现在都见不着我了。吹吧你就。这什么呀？就像土壤抓着根的期盼，脱下白色光环，它也生而平凡，在彼此的眼神间望穿离合悲欢，有什么常在你眼眶循环，留太多遗憾。